Hello，大家好。这一期的话，我们来看剑魔九猴哥的一个上路对线的一个出装符文搭配情况。这里面打铁男的话，他带的是3绿和1红，带的是征服者。像他的核心装备的话，肯定是3项，还有15吧。死亡之舞要有一定坦度嘛，打团。但这里面打那个铁男的话，是带第一件选择做了破盾，像他带那个巨象勇气，因为他只要那个 Q 技能，他就可以3次打出击飞的那个控制效果就很容易的就看这里面就有护盾了。如果一整局下来的话，其实他能抵消一些很多伤害的，但你玩得好的话。剑魔的话，其实在这个版本一点都不弱，线上也很强，打野也很强。特别是开了大面，这后期开了大面以后这里的话1级他学了3级以后的时候是学了2级的 Q， 去压制对方打伤害。对面想过来强吃兵线，这边打野在下路出现了，那这种情况下的话就不怕，可以接着压，接着控线。这里可以看到一次平 A 补2次平线，对面还漏标，那这个到了斩杀线了，肯定是不会让对面升到5级的，这波大兵线必须得进场了。大兵线进场的话，直接引燃接大灭，队友过来帮忙了。这里想省一手大灭，不省了，再斩掉。那这一大波兵线，对方应该是吃不到了。这皇子还在下路的。这兵线搂了很多，但最后有炮车。其实那波兵线不要去碰它会更好，因为小兵会帮忙清的。但刚刚打野过去碰了，说实话打野不该去碰那波兵线，留着那波兵线的话，怎么说呢？能让那个小兵清的就是这边小兵消耗的更快一些。这把有优势，所以第一件选择做破盾。说实话，对面铁男亏炸了，领先一个半件了。这里铁男一个走位还行。但你说这把这个铁男一点胜率都没有，也不至于。只不过对面铁男现在难受的就是这个点了，他吃不了兵线。只要你一直压，打野不过来帮忙的话，其实这个铁男就有点难受了。可能作用在后期团战的时候没那么大。对面是做了不假鞋的，还挺能扛的，能抵消很多伤害。像这局对面铁男，看他是玩日炎铁男呢，还是玩那种普通的出法术装备的那种铁男。
这里铁男不控线就有点难受了，不过也不用控啊，不选择控线，选择回家补个状态出来。这里把石头吃掉以后，刷一下野怪，也还是挺赚的。这里是等级有优势的，再吃一层塔皮。啊，对面选择做的是日炎，那想杀的话好像没那么容易杀。对面选择做日炎的话，这里6分钟了，过来把这个河道蟹给拿掉，但对面想吃这个河道蟹，哎，抢到了。这波的话得回家。把这个做出来，再多做一件耀光。团战的话，铁男只要剑魔进场的话，优势很大。对方是吃不住剑魔开了大灭以后的伤害的。派克再秒掉，续上了。这里 Q 一下没中，截屏 A， 截屏 A， 一个 Q 闪。一个 QE 吧，不是 EQ， 然后再把这个铁男给收掉。4杀没到手，只拿了个3杀，可以把这个中一塔给推掉了。让队友去拿龙就好了。大灭的话还差一些。对面想杀这剑魔，估计其实杀不了，优势太大了这剑魔，而且有那个水银，就是魔抗鞋。魔抗鞋的话是可以抵消一些控制的。有大招啦，但对面说怎么这么快大招就好了？可以走了，可以走了。这种情况下，打野已经没有状态了。这里选择来刷对方的红。对面铁男看见了，对面打野应该会赶过来，赶紧走就行了。偷个石头，哎，被对面吃到了个大的。把塔给先拆掉，没有大灭，不要跟对方打到底。虽然有优势，但没有回去补装备的。对面铁男是已经把日炎给做出来了，所以其实优势并没有说就是那种没回去补装备的话，优势没有说大到那种对面完全打不了的那种现象。对面只要赶过来一个人，就可能把你的优势给拿没了。没大招就不要跟他这么去硬拼。这种就推完自己线上的兵线以后，然后回头去支援队友就好了。这种基本上一般都有一些机会可以找一找，但你不过去，那就一点机会都没有。看这种铁男就根本就姗来迟，一点用没有。这里大灭的话还没用，可以在塔边去消耗对方一个 QE。把先锋撞出来，下一波龙团，或者说看情况。像这个分段，只要不是那种只是这里面的话，只要是前期剑魔利用自己的优势去扩大了人头差，按正常来说，这中间很大一段时间可能都不会发生太多的人头差。就会互换人头啊，或者说秒掉，就是拿对面4、5杀这种
其实不太可能。看对面铁男操作是有的，但伤害太大了，差距太大了。有大面还打，这个皇子有点烂了，说实话。但这里的话没有 E， 如果有 E 的话，对面可以直接把对面全部收掉了。刚刚 Q 放完以后，其实或者等一手的话，说不定还真能秒掉。但大招也是快结束了。然后露露被狙死了，对面都交了闪现的。死亡之物的话，差点钱。铁男还是挺肉的，做着日炎以后，皇子想去单杀，除非对方打到底啊，想去单杀他，铁男应该不会给机会。这里的话，让队友差10秒钟，就11分钟的时候就会变成那种共享红 buff， 所以有时候快到11分钟的时候，不要把这个红 buff 收掉。这就是细节，赶紧学，别在那里逼逼赖赖，我天！你们这帮人，我最近心情超级不好，我发现。靠了，要把我逼急了，我把脾气发在粉丝身上，我跟你们说，看啊那些死黑粉。哎，这里过来找机会进场吧，知道对面在哪，然后往盲市区、盲视野的地方，哎，这里好的位置，但不敢进场，哎，有点怂了呀。不过应该是死亡之物没做出来，不敢这么乱上。如果死亡之物有的话，其实大面一开，哎，这里还不开大面，完了。其实刚刚那2波大面就可以开了。那样的话，把对面逼退了，尝试打龙吧。这里对面4个人，勾到必须得交闪了。啊，你对，看没有？这里就是把不是说实话，骗对面技能也是 OK 的。把龙给收掉，也算是为队友这个闪现的话交的物超所值，帮队友去拿大龙。但其实他提早开大灭的话，那波可以杀。虽然有后手啊，但后续的操作又算是勉强弥补了一些东西吧，把进了对方的技能给骗出来了。这种就是有优势可以干的事啊，没优势千万不能这么干。你没大灭的剑魔没有优势，你就等死。这种一套伤害根本就吸都吸不上来，直接被对面秒。这种像刚刚那种情况，就是皇子的那个伤害太低，不然一套下来直接是残血的。没水银，说让队友等一手水银，再去那个。这里回去把水银给做出来，再来决胜团。这里大龙20秒了，我才发现，这波大龙拿了以后跟没拿差不多，只是提供了一些经济，但还是得等下一波大龙或者小龙团嘛。小龙团的话，如果对方有机会，这个铁男这样子做庄的话，其实剑魔你想去单杀这个铁男的话，不太可能，两边就重新互刷了，等于是。这个血量的话确实挺肉的，但只不过没什么伤害。但他打射手的话还是有伤害的哈，毕竟脆皮还是得是脆。又空了，第3线又空了，有点着急。说实话，他那个压起身，大灭没了，但铁男直接开个大招，
找个机会压起身，一个 Q 秒掉 QA， 一个 E 接 Q， 那这样的话可以拆中塔了。开个大面，把对面射手直接秒掉。游戏结束吗？有哲理的。啊，好像不太行。但对面出来打的话，没有太多的结果。可以回去做一个小穿甲。做了小穿甲以后，打对面肉的话还是蛮痛的。压对面上单整整1个半件，对面龙魂的话应该是不敢要的，根本打不了啊！这个上单这边出来打团的话，只要剑魔进场，除非是这个剑魔送，不然的话没有太多翻盘的可能性。回去直接4件套嘛。好了，那小无敌了。这里的话看咯，如果说需要你把1个人当2个人打的时候，复活甲还是挺关键的。但这里面他选择了来点魔抗，W 命中，对方直接跳大来抵消这控制一个剑魔进到后排，那就但追不太动对方，对面都有技能。泰坦伤害很高，压起身，这回压到了，但没有太多的结果。剑魔一个进场把对面后排全打散了，要是有闪现的话，应该能全杀。那行，这期的话就到这啦，欢迎大家的收看，拜拜。